秦刚说：“没有中国的安全，就没有世界的安全。”这句话说得很重，有关国家要听懂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日，中国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，这是一份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。中国在慕尼黑安全论坛结束之后，发布了自己的对全球安全的倡议，既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全球安全的担当和责任，也贡献了中国人的智慧。那么接下来，中国还计划举办高规格的全球安全论坛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的影响力。当前这个概念已经得到了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。这份倡议突出了联合国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中的地位，反对某些大国在安全问题上自私自利的心态，也就是不管别人安全不安全，只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。秦刚在这次讲话中有一句话让中国人听了特别振奋：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安全的国际环境，没有中国的安全，就没有世界的安全。这句话说得很重，猛一听好像是只要中国不好过，谁也别想好过。其实这么理解就错了，其中心意思是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的国家，而且中国又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。如果中国都变得不安全了，那么世界也就不会安全。首先，只要有人挑衅打压中国，世界就不会安全。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在威胁别的国家，而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国家在挑衅、打压和遏制中国。比如，美国的军舰、飞机不断地在中国家门口活动，这种行为导致的后果就是危及中美两军一线军人的生命安全。某些国家在边境线上挑衅中国，被解放军打断手脚，当然也算是不安全的。其次，只要有人想着干涉中国内政，世界就不会安全。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某些国家一直想把台湾问题乌克兰化，美国还想着用武力阻止中国统一。美西方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，还包括香港问题、新疆问题、西藏问题等等。只要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，那么中国也不会客气，这个世界就将变得不那么安全了。最后，还有人想把中国拉入乌克兰危机。中国原本不是俄乌冲突的涉事方或者参与方，但是美国不断地在甩锅中国，不断造谣中国将会援助乌克兰武器装备，其目的是要推动一场新冷战，离间中国与欧洲的关系。美国想利用一场与中国无关的战争，把中国推向整个西方国家的对立面，破坏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。事实上，如果中国真的下场了，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世界大战，全球只会变得更加不安全。另外，中国还反对某些国家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，罔顾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诉求。无论是阿富汗战争、伊拉克战争，还是现在的乌克兰危机，都是某些大国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结果。这些国家不遵守联合国宪章，以莫须有的罪名发起战争，或者不断推动北约东扩，玩离岸制衡和极限施压，最终引爆战火。美国人现在又在利用战争大发横财，想流干乌克兰人最后一滴血，把俄罗斯打成一个二流国家。无论是打代理人战争，还是玩极限施压，不管其他国家的战略安全诉求，或者只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，最终的结果就是战争。中国已经有几十年没打仗了，这也是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原因。中国有强大的实力，但是不会轻启战端，而且还要推动世界和平，这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表现。以美国和俄罗斯相比，中国更有资格谈世界安全。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有实力，而是中国多年来一直遵守联合国宪章，积极维护全球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秦刚外长的上述讲话表明，现在到了为世界的安全贡献中国智慧的时候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